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我是董進樵，向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問好，大家平安。請留言告訴我們您是在全球哪個地方收看我們的節目。對於我們的節目呈現還有討論的話題，有任何的想法呢，都歡迎踴躍留言來鞭策我們的團隊。馬上介紹這一集的3位來賓，第一位是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妍庭，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以及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金樵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我們節目一開始要討論的話題呢，就是要聚焦現在中東的戰火又要再度燃燒了嗎？美國總統川普他又在放話，他說呢，我們正在密切關注伊朗，因為美國有一支強大的艦隊，現在正在往伊朗來進發了。那麼川普會這樣講呢，其實已經代表了美軍想打伊朗的這個目的還是很明確的，並且模擬出了2套的攻擊劇本哦。我們來看方案1，是所謂的有限打擊。主要是針對這些伊斯蘭革命衛隊他們所在的軍事設施做如這個手術刀般精準的力量去打擊。那重點是削弱他們的軍事力量。方案2呢，就是要把場面鬧得更大，決定性的打擊就是發動高強度的軍事行動，要把伊朗現在的政權整個翻掉，不翻掉呢就不罷休這樣的一個決定性的打擊。好，2種方案呢要來實施都離不開一個重點，就是什麼？航空母艦打擊群。所以我們也觀察到林肯號。他在通過馬六甲海峽之後呢，他偷偷關閉了他的定位發送器，所以說現在林肯號整個航母他們是處於一個隱蔽的航行模式了，這也是以往美軍在進入到備戰狀態時呢一貫的模式。而它所上面搭載的 F-35這個逆蹤戰機也會是這一次如果要空襲伊朗呢必不可少的一個空中力量。除了 F-35之外呢，美軍的海外基地還可以來幫助包括了 F-15E 啦，還有部署在其他更多地方的這些空中戰力，都可以來做一些聯合的支應。好，一言以蔽之呢，就是現在美軍對中東地區的軍事動作，我們看到不管是明面上的、明面下的，都已經是這個蓄勢待發的感覺了。這個箭呢，馬上就要發出去了。那依照過往的經驗，川普他授權的進攻綠燈，這個周末有沒有可能就放行了呢？我們先請張教授來做分析。我們可以看，這林肯號航空母艦到位了阿拉伯海，然後它的一些相關的，包含空中預警機，還有 KC-135空中加油機，以及 F-15E， 如果都到了中東的美國駐軍的基地停好之後，我認為一切到位了，它就可能對伊朗開始動手。那最重要的，我們知道有2個關鍵因素你要到，第一個空中預警要到，E3跟美國林肯號航母舰屬了 E2D， 這個2個都要起來，因為沒有起來沒辦法做空中管制，可能有時候會造成誤擊事件。是，那這個就非常重要。那這2個沒有到位之前，我認為還動手的可能性還沒有，因為要空中。另外一個我們講的就是 KC-135空中加油機，因為這個航空母艦不可能太靠近伊朗。因為否則，伊朗的地對艦的反艦飛彈會對航母的打擊群實施威脅、實施攻擊。那它會在它的這個飛彈有效射程一個安全的距離。那這個時候就要空中加油機了。因為空中加油機 F-35也好，或者是咆哮者的戰機起來沒有經過空中加油，可能在返航油量會不夠。所以我認為這2個空中以及空中加油機到位之後，才有可能實施攻擊。攻擊的方式如何呢？我認為外科手術式。上一次的時候，在1月3號對委內瑞拉實施馬杜羅實施這個類似斬首，就把他抓起來送到紐約去準備這個審判了。對，那我認為這是外科手術式。那它的進行的步驟要有4個。第一個，一定要電磁制壓，電磁權一定要先強調，對伊朗的防空飛彈電磁制壓住，那這時候這就可以獲得了電戰的優勢，才會有第2步。第2步。我認為美國會發射戰斧巡弋飛彈，所以它這航母打擊群為什麼要過去？因為它的提康德洛加級的飛彈巡洋艦，以及它的我們所講航空母艦的飛彈驅逐艦還有護衛艦裡面有戰斧巡弋飛彈，這個就是對它這個伊朗的重要的雷達站的關通系統、重要的指揮所先做第1級破壞，因為這樣子的話，美國才可以掌握空優，先把它的關通系統跟防空飛彈陣地先做破壞。第3步驟才是派戰機進入。那派戰機就分有2股兵力，第一個 F-35負責制空，因為它逆蹤戰機，空優交給他。F-15負責對地打擊重要的目標，因為這些相關摧毀完畢之後，美國經過人造衛星的戰果徵兆，還有哪些要繼續要摧毀？
還有哪些重點的目標要繼續實施制壓，這個時候交給 F-15E， 那 F-15E 就準備過去進入這個伊朗的境內來實施滲透性、穿透性的打擊，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外科手術室。那會不會有地面部隊進入呢？我認為還不會有地面部隊，因為地面部隊進入的話，會造成美軍的傷亡。因為這一次在1月3號的委瑞納，美國地面部队從來沒有動過，就達成了外科手術室的斬首戰，把馬杜羅抓走。那這一次的話，它最重要的是對伊朗的高層、革命衛隊的指揮官以及哈梅尼他的宗教領袖，我認為他會實施外科手術室的這種攻擊。然後最重要的是情報掌握，所以我要認為美國跟以色列的情報組織摩薩德系統這一方面可能有情報分享的機制，那會把詳細的位置經過以色列的掌握，然後告訴美方，美方實施動手，這種可能性最高。所以到最後我们可以知道，那最後面這一次最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 F-15，因為它是我們講的炸彈卡車，因為它上面炸的非常多，算是個輕型轟炸機。對，這個也有上一次的話，還有歷屆都有戰果。然後我認為這一次重要的反制目標應該由 F-15E 來做擔綱，然後把其他的還沒有摧毀的這個伊朗的重要的政治軍事的設施來做摧毀。所以我們一看，這是一個有限的戰爭，不是無限的戰爭，而且是外科手術的這斬首戰。那至於斬首會不會成功，他們會不會藏匿這個9地之下，進入這個我們講到的這個地下的這個碉堡的指揮所裡面，讓美軍沒辦法做掌握，或者是就算掌握他在那個地方，但是沒辦法摧毀他在地底之下，那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美國會持續掌握到後續繼續用兵的姿態，會給伊朗在軍事上極限施壓。伊朗呢，我們知道內部的這些抗威、遊行、抗議、示威，那這個方面都還活動不斷，換句話說，伊朗會面對內外的壓力。那未來會不會造成它這個內部政權非常大的這方面的威脅？我認為會產生，就變成也類似的這個裡應外合，讓伊朗政權在這方面可能會傾覆的可能性如何？我認為非常值得觀察。好，剛才張教授給我們提出了2個觀察的重點，就是電的這個預警機還有加油機，這2點一旦到位呢，美軍這個手很快可能就會打下來了。好，面对來勢洶洶的美軍啊，換作是誰啊，當然都會怕嘛。但是伊朗啊，他們也不好惹，像是武裝的部的發言人呢，就警告川普，如果有人敢膽對我們的領袖伸出侵略之手呢，我們不僅會砍斷他的手，還會讓他們的世界陷入一片火海。哇，你看這話說的很強硬哦。而且伊朗的這個武器庫真的能做到這樣的底氣嗎？我們就來盤點一下哦。伊朗雖然去年呢在跟以色列的對轟中消耗了700枚的飛彈，不過呢他們在美軍的估計下，可能還擁有3000枚以上的各類飛彈，其中就包含了這個法塔赫的超高音速飛彈啦、流星3型的彈道飛彈等等，而且射程呢是可以覆蓋到2000公里的，整個中東都在射程範圍之內。而且日前完成了這個試射啊，有這個高達1萬公里的洲際飛彈哦，也是試射成功的，可以直接威脅到美國的本土哦，這個大家伙。那我們都知道呢，另外中國大陸還有俄羅斯也都對伊朗有一些飛彈的資源，我相信這也是美軍所忌憚的。那好，我們都知道現在美軍很積極在部署它的 Golden Dome 它的機瓊系統，但是在機瓊系統都還沒有建制完成的時候，如果這個時候像這位伊朗發言人警告的，你打我，我就讓你美國陷入一片火海，防禦上做得到嗎？美軍可以防得了這個伊朗最可能的反擊手段大概是什麼？來，將軍。我們講了這個美國雖然擬了2套攻擊伊朗方案，第一個是有限打擊，我認為有限打擊它沒有效，這去年6月份已經證明過了嘛。美國跟以色列來講，對伊朗這個持續的空襲了12天，但是雖然說是也可以稱之為有限打擊的，但是它現在一樣依然又壯大起來了，所以有限打擊是沒有效的。第二個來講，決定性的打擊，我覺得它做不到。為什麼美國做不到呢？因為如果說你沒有地面部隊進去，那你根本做不到。你光想要靠空中的力量屈服敵人的意志，或許對一些國家你可以做得到，但對伊朗這個國家，你光靠空襲是屈服不了他的意志的，因為他有很強烈的這個宗教的思想在裡面那如果說你沒有這個地面部隊進去，做不到。
那這一次來講，我們看到伊朗準備了大量的導彈。美國跟以色列到現在為止，他們的戰略觀念還是傳統的空中的空襲制空作戰，或者是地面的武力攻勢作戰。所以我們看到美國跟以色列來講，都有強大的空中以及地面攻擊的力量。但是伊朗這一次給我們示範一次什麼叫做導彈作戰，我稱之為也是一種不對稱的作戰。它雖然說它沒有很強的空中武力水面的艦艇或者是地面的作戰武力，可是它有很強大的一個導彈。那你也可以稱之為一個就是不對稱的作戰，它一樣可以對以色列這個距離1000多公里以外的國家來用導彈來實施攻擊。去年6月份，它已經證明了，它確實是你的攔截力道後續去年6月份之後這個以色列對於伊朗的彈道導彈的攔截，那個感覺上面它的攔截率已經降低了。那以色列自己有好幾個重要的設施都被擊中目標。那美國來講的話，現在它在中東地區有很多的重要軍事基地，包括卡達爾的這個烏代爾空軍基地，包括在巴林的第5艦隊這些都是在伊朗的導彈射擊範圍之內。那如果說美國自己也知道擔心了，他現在開始將這些基地人員做一些撤離，可是這個你能夠撤離跑得了，廟跑不了。這個和尚可以跑得了但是廟你跑不了。如果說伊朗一旦對你這個基地設施實施打擊，那你一樣會遭受很重的損失。尤其是這次伊朗它號稱它有一款的新型的導彈，洲際導彈，射程可以到達1萬公里。我們不論它是不是吹牛，但是如果說它已經講出來的話，那確實可以對美國實施攻擊。當然不至於對美國全國造成一片火海，可是他只要找到以美國這種，他只要老百姓他的幾個主要城市遭受到一枚的導彈攻擊到，我覺得對美國全國的政局來講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更遑論這次如果說伊朗已經準備了將近3000枚的各型導彈，我覺得這個不是吹牛，可行性是很高，因為去年6月份之後。我們就聽到伊朗大量的進口硝酸銨這一類的這個導彈發射的原料進口，然後中間有一次還發生過爆炸，那可見它在大量的存儲以及製造這些彈藥。但最後我們要知道，伊朗這個國家它最大的武力是什麼？是革命衛隊，它不是國防軍，國防軍武力不強，但是革命衛隊是真的是有戰力的一支部隊，而且是有宗教思想的一支部隊。那如果說你貿然跟伊朗開戰，你第一次沒有辦法將它這個實施斬首定點清除之後，那後續來講，那會不會他跟你來一個魚死網破他這所有導彈一股腦的往以色列砸過去，往你美國在中東的基地砸過去，那當然會對美國跟以色列造成很大影響。大家不要忽略了，這次以色列納坦雅胡已經做好這種心理準備，他準備承受住700枚的導彈的攻擊所以說納坦雅胡自己也心知肚明，如果這把火打起來的話，以色列勢必會遭受到將近700枚的導彈攻擊。那當納坦雅胡是說，我就算我承受700枚的這個巨大的損失，可是如果可以將這個哈米內伊這個宗教政權鏟除來，他覺得還是划得來，所以從他以上講這些話，你就知道以色列如果這場仗一打起來，他一定會遭受到攻擊。當然，只是說如果說你以色列承受住700枚的導彈攻擊，那後續的可能就不只是軍事上的問題了，而是國內的政治局勢。以色列老百姓可不可以接受？還有美國，還有國際的戰略觀點、地緣政治上，如果說這個當這種導彈確實發揮它這個所謂不對稱戰爭的這種效果之後，那對於全球的後續以後的戰略想法會不會改變？對於整個地緣戰略會不會有重大的改變？這才是覺得更加以深思的。但是我講一個結論，我認為美國不敢貿然的動手。還是不太貿然動手，因為美國如果真的對伊朗打下去了，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呢，可能就要先挨打。不過，總理納坦雅胡也已經做好壯士斷腕的決定了，說我願意承受700枚這個飛彈的攻勢，但是如果可以把這個哈米尼的政權鏟除掉，他認為是值得的。可見中東局勢現在已經很接近一觸即發的狀態了。不過開戰前呢，川普也再次強調，他將對跟伊朗
有往來的一些國家加徵25%的關稅，並且是很快就要生效了。可見啊，美軍要飞彈跟这個經濟武器啊一同來發難。那當中受到影響最大的，當然就是中國大陸還有俄羅斯嘛。而如果美國真的等手讓哈米尼政權垮台，勢必會扶植一位親美的領袖上去做這個政權的交替。那麼長久以來，對中俄兩國在中東的布局會有什麼非常重挫的嚴重性嗎？還有這麼多年來，伊朗人民已經習慣這樣政教合一、這樣神權政治的哈米尼式的這樣的洗禮呢？如果這個時候伊朗社會的最大群體換老闆了，換了一位親美的領袖，在這個情感上能夠接受嗎？楊老師，伊朗不是委內瑞拉，格陵蘭、黎巴嫩，伊朗也不是伊拉克。美國要在那個時候打伊拉克戰爭，都是出動地面部隊。那當然，現在如果要打伊朗，真的能夠一下子取得全面勝利嗎？佔領伊朗嗎？還是說只不過是重點的飛彈的打擊，然後呢加速伊朗政府內部的這種混亂，以及它可能走向動盪？所以幾個選項都會對美國跟對伊朗跟對整個中東都不同的影響跟衝擊。那當然也會對中國跟俄羅斯會有不同的影響。如果說伊朗能夠抗拒了美國幾次轟炸，其實有點像是延續過去幾波的這種情況，那內部的這種就是說那種壓力鍋會更加的悶燒。那這個東西等待下一次什麼時候呢？會怎麼樣的爆發？不知道。但如果說美國決定要真的是要去政權更替，對，那就必須要除了飛彈之外，甚至可能有一些地面部隊，或者是說呢進一步進去滲透，然後支持反对的力量。对。可是反对的力量現在看不到有武裝的力量，武裝主要還是在革命衛隊跟他的民兵組織。那有沒有可能他們轉變？這是我覺得美國在這幾十年來大概都思考過，但沒有成效。也不要忘記，伊朗還是有很龐大的神權支持者，畢竟這個什葉派的支持者還是很強勁的。是的，所以就算是我們做美國最理想的打算，他在短期之間可以去更替政權啊，不一定他自己美軍進去更替，而是裡面的內部的政府動亂而出現新的這個政權，他會不會出現一個親美的政府呢？我個人覺得，願意跟美國交往、願意跟美國和解的這個政府，其實這個聲音一直都存在。現在的伊朗的總統，他其實某種程度也是比較溫和派，但是他沒有實權，對，因為最高領袖掌控一切。所以如果說這個現在不要講變動太大的話，現在的伊朗總統如果真的掌實權，他可能願意和解，但他不一定會親美，因為他也知道整個伊朗人民的組成，以及伊朗在這裡的地緣利益，還有呢過去和俄羅斯和中國大陸的關係，其實都是他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因此，他完全的親美，你事實上可能造成地緣政治很大的變動。那當然跟過去俄羅斯的戰略跟軍事關係，跟中國大陸的能源、軍事還有外交關係，可能都會隨之改變。所以這種變動可能大概不一定是一個新的伊朗政府出現。那我覺得願意和解、願意交往也是美國願意的。那當然這樣子的一個和解交往的伊朗的新政府對以色列也是相對安全的。但前提是如何能夠出現這樣子的一個政府，這是現在美國在思考的。好，這個謝謝楊老師的分析哦。這個是不是要借助扶植另外的力量來推翻，讓現在伊朗內部的壓力鍋整個爆開來？這個要時間來觀察。那待會我們會跟3位專家繼續來探討更多的國際軍事、地緣政治，還有專業分析的產經話題。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回到節目現場，繼續跟3位專家來探討更多地緣政治的熱門話題哦。我們來看美國跟加拿大美加共和體，過去說他們兩個是這個被認為最鐵桿的兄弟之邦哦，但是呢，自從川普總統第2任期開始以來哦，就開始關係惡化了。
因為呢，這個川普不斷對他們的北方鄰居啊是冷嘲熱諷、羞辱至極。那加拿大也可以說是不冷嘍，他們最近做了一個動作，100年來首次兵推的假想敵，竟然是美國他们來模擬美軍如果一旦入侵加拿大該怎麼辦？要知道這個美國跟加拿大的距離啊幾乎是連在一起的，雙方的這個邊界啊是世界上最長的不駐防的邊界，高達了8900公里啊，可以說是一個無從防守的狀態。所以一旦美軍往北大舉壓境的話呢，加拿大人自己也知道，他們可能一些重要的據點在2到7天之內就會全面淪陷了。那這個加拿大軍隊怎麼打呢？他們可能就要參考過去啊這些中東對抗美軍的方式啊，打一些游擊戰啦，打一些無人機戰啦，做一些這種不對稱的消耗，讓美軍的據點呢付出比較高額的代價去做。好，這一次模擬美軍這個入侵的劇本然後大家都覺得很不可思議。不過加拿大此時端出這樣的兵推，是就很明顯啊，就是要反擊川普最愛講的"你是我們的第51州"這樣的一個戰略示威嘛。那張教授怎麼分析加拿大此刻端出這個假想敵兵推的一個說法？因為這是第一次，因為加拿大一向是沒有天敵，它跟這個唯一的鄰國就是美國，它跟俄羅斯在中間還隔了一個美國的阿拉斯加，那跟其他西方國家還隔了一個格陵蘭呢，那就是一個南邊的美國，那邊界又那麼長。人口又那麼多，4100萬人口算蠻多的這個國家，而且這個國家是世界上第2大的土地面積大概980萬到990萬，998萬平方公里，世界第2嘛，就僅次於俄羅斯，那麼大。結果美國要吃它，因為美國講那個川普有說要讓我這個加拿大被美國第51州啊。我認為要參考的指標是格陵蘭。格陵蘭，我認為會有先後次第。格陵蘭比較好拿，因為格陵蘭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低，是1平方公里那麼大，不到1個人，大概就是1平方公里只有0.3個人，太冷了啦，地廣人稀嘛，那比較好解決，先解決容易的，再解決困難的。加拿大4100多萬怎麼弄？而且加拿大的面積土地面積比美國還大，美國980萬，加拿大998萬平方公里，是不是這麼大？所以我認為有3大困難。第一個大困難就是法律問題，因為如果美國要對加拿大動手，違反聯合國公約，是不能以武力作為擴張領土的憑借，這個講得很清楚。第二，國際法不可以，這個會拿武力呢。所以加拿大現在第一次把美國列為假想敵，從來沒有，因為加拿大沒有天敵，第一次。那接下來要克敵，就克美國，因為美國要把它變成第51州。所以我認為。第一個是法律的問題，國際法跟聯合國公約。第二個，我認為它是大英國協，大英國協總共56個國家成員體，這個加拿大也是其中之一。那其他的55個國家會不會聲援加拿大？當然聲援加拿大。英國也是大英國協的這個是大老闆，對，宗主國嘛。澳大利亞也是啊，都是大國家。印度也是大英國協，國家大不大？體量大不大？大。那這個他們會不會出來聲援？當然成員了，因為大英國協不聲援大英國協，誰是聲援大英國協啊？所以我認為大英國協的力量會出來，這個力量大。這56個國家跟經濟體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人口非常多，我認為會給美國形成壓力，一個制約，叫你不要叫美國不要輕舉妄動，一定要讓它達成美國第51州。我認為第3個時間的先後的話是，如果格陵蘭對川普來看容易到手，對，加拿大就要危險。我都那麼容易。那個格陵蘭216萬平方公里，當然人很少，就57000人，我覺得都那麼容易到手了。它也是大家都說違反聯合國公約跟這個我們所講的國際法，我一樣到手啊。那加拿大想的，那又比照辦理了，是有講先後次第存亡此函，這種邏輯是這樣的。所以我認為，如果很難拿下格陵蘭，加拿大相對的比較安全。你看你那個人口那麼少，你都還搞不定。我人口4100萬，你還搞得定嗎？就會這樣的。加拿大最重要，它因為沒有天敵，你要知道4100萬人口，加拿大的軍隊總共也只有陸海空軍67000人，那非常少嘛。你看看它就幾乎不設防嘛。沒錯。對，它同樣的也是跟美國一樣，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唯2。不在歐洲的，對，一個是美國，一個加拿大，就2個，沒想到2個打起來，真的，這個很難思考的，沒錯。所以他認為格陵蘭的併吞的時間的先後跟容易的程度，我認為是要去，就是做一個指標，也做一個我們講的停損點的一個參考物。
好，剛才張教授跟我們分析哦，過往可以說是沒有天敵的加拿大，現在最大的天敵一定就是川普了。沒有想到川普第2任期上任以來，讓加拿大人產生了這麼大的，我們不要說亡國感啊，但是危機意識是更勝以往的。好，那我們腦洞大開一下，這次的這個美加兵推圖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末日劇本，竟然是加拿大官方自己提出的，這個發展情節堪比小說啊！它最精彩的就是莫過於剛剛有提到的英國，還有它的這些大英國協的國家，包含了法國這2個老牌的強權呢，會對加拿大來伸出援手。那英國我們都知道它是加拿大的宗主國嘛，現在加幣上面都還有印有這個英女王的肖像，這就不用多說了。但法國也曾經殖民過加拿大，我們看到在東邊，像魁北克、渥太華都是講法語的法語區，所以現在英法的這個武力介入的劇本還不夠狂，它設定了一個北約內鬥的一個設定哦，甚至雙方會打到後面，可能動用核武來互相威脅。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離譜，有點像是好萊塢劇本的這個劇情了。但是從地緣政治上，一旦美國你不再擔任這個北美洲的保護者，加拿大過去很多是你軍事軍在保護，你現在反倒成為了一個侵略者的話，那麼歐洲、北約還有加拿大的安全保障該怎麼來做？李將軍。我們如果從地緣戰略來講的話，全世界這個就地緣來看，最安全的國家是美國哈，它可以說沒有敵人，它除了自己歷史上面它自己的南北戰爭之外，它幾乎沒有被別的國家發動過戰爭，第1次、第2次世界大戰都沒有打到美國去哈，那一直到第2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它也沒跟別的國家發生這個沒有被別的國家入侵到美國，那為什麼呢？因為它這邊是大西洋，這邊是太平洋，上面是一個國家叫加拿大，是跟它盟邦，而且是一個弱國。南邊是這個墨西哥，也是一個弱小國家，所以它在中間它是最安全。也因為它2次世界大戰它都沒有被打到，所以它可以利用2次世界大戰積極發展它的軍工產業。所以在2次世界大戰以後，它扮演一個角色叫做世界警察，然後維護全球的一個這種和平跟安全，主持公道。但是你很難想象到，說是他本來扮演叫世界警察，結果這個警察居然轉身變成強盜哈，然後到全世界各地去掠夺，而且是掠夺他自己所保護的這些盟國國家。我們看到第一個是格陵蘭嘛，最近這個川普來講揚言甚至於不惜要用武力奪取格陵蘭。然後第2個來講，他將羞辱加拿大，將加拿大列為第51州哈。南邊來講，對於他自己的南邊這個國家，委內瑞拉也動用龐大的軍力去奪取。他不但動用軍力，而且他用政治經濟上的力量，也對於這些國家實施掠奪。我們看到他所謂的關稅政策哈，你們只要不聽話，他的關稅大棒就揮出來。甚至於在前2天，在這個達沃斯論壇上面，這個法國馬克宏只是講了一句反對他的話哈，這不願意參加他的所謂和平的協議的國家，他馬上說你不參加我就磕你香檳酒，我就磕你200%的關稅。所以我們很難想象，當一個你認為會保護你的這種國家，現在反身過來變成侵略你、霸占你的國家，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就是加拿大現在這種處境。當然，加拿大這次覺醒，我覺得也是很清楚。當然，你就必須這個雖然說哈，這種情景發生可能性像好萊塢電影一樣，幾乎是不太可能。可是你也不能說完全排除。你說在這個拜登時期，拜登之前，我們也很難想象說是這個會出一個川普這種總統硬要搶奪格陵蘭哈，然後你也很難想象說，北約總共8個國家派了軍隊雖然說只有34個人，也要去保護格陵蘭。然後面對的假想敵居然是美國哈，所以這個以前沒有辦法想象的事情，但現在確實都發生了。那你說加拿大這個有一句話叫做"國無這個強國外患者恆亡"，那加拿大有這種國家安全的警覺是對的，法國跟這個英國哈這些國家有這種警覺是對的，你很難保證說哪一天哦美國真的就侵略了他們。當然，我們以前都認為加拿大這個不只是這個美國的盟友，甚至於他在北邊來講，他幫美國當盾牌嘛。我們講說北美防空司令部就是防止這個蘇聯的導彈從俄羅斯那邊飛過北極打到美國，所以他必須要用加拿大來當他的人肉盾牌。那現在如果說川普自己將自己的這種盟友推到戰爭邊緣，甚至於加拿大不惜用兵推來這個把美國當作一個假想敵。我覺得以美國本來有很好的地緣戰略的位置，那純粹就是
川普基於個人一己之私了哈，他想要當世界的皇帝哈，他然後忽略了除了軍事之外，你應該跟友邦這些國家在外交上面，在這個政治上面取得一個和諧合作，這樣才可以確保你自己國家的安全嘛，而不是你要用武力去侵略他國，用經濟的力量去掠奪人家的國家，然後造成這些本來是你的盟邦國家現在對你反感。所以我覺得川普這個舉動哈，這個加拿大這次的兵推，很明顯的川普將自己哈這個樹立了原來是盟國的，變成樹立了敵人。是，好，相比于剛才這個至暗時刻最壞打算的末日兵推的劇本呢，我們接下來討論這個四方制衡會不會是一個比較務實、現實的路線呢？那就是加國總理卡尼哦，他說了，當規則不再保護你的時候，你必須保護自己。他也呼籲，像是英國、法國、德國、澳洲、印度、墨西哥等等這一些這個 middle power 中等強國呢，大家應該一起來跟加拿大結盟，團結起來哦，拒絕在現在世界有點三分天下，有美國、中國、俄羅斯三個超級強權主宰的一個情況下呢，選擇站隊哦，他们要團結起來，組成一個第四股的全球勢力來抗拒這個拉橫，那避免呢成為這個美中俄三強的這個刀俎下哦，這些小國都只能淪為被人家任人宰割的魚肉。好，這個話說得很豐滿，但是現實還是蠻骨感，尤其是從你加拿大說出來，因為加拿大有非常大的經濟都是依賴美國，國防的裝備、衛星的情資，乃至你的文化、娛樂等等，都跟你這個南方鄰居方方面面是高度這個綁定在一起的，所以你說要擺脫超級大國的保護傘，說得很好聽，但實務上是有可能做到的嗎？楊老師，當美國不再保護你的時候，你就要靠你的實力來保護你自己了。其實卡尼講的意思就是如此。是，那加拿大是它的貿易出口70%是前往美國，對，那前往中國是第2位。但只有個位數，大概7%左右，所以他這次到中國大陸去，等於是開創了一個8年以來加拿大總理訪問中國大陸，也開放中國大陸的電動車進口，那被盧特尼克罵愚蠢。那事實上，盧特尼克代表的美國的企業才緊張了，因為美加之間的這個邊境我穿越過，那基本上就好像沒有太多的這種障礙，它還是有一個關卡。對美國人而言，根本就好像只是走過一個門。對有美國簽證的人而言，也只不過是多看一眼。所以實際上雙方雖然加拿大的出口70%到美國，換言之，美國依賴加拿大來的一些東西，你看一些項目，那個依賴度很高，那不完全都是一些就是勞力密集的產品。那加拿大對美國的投資也是外來投資的 No.1， 所以實際上這個川普並不是那麼容易做一刀兩斷的切割，而美國的民眾企業事實上也會做怎麼樣的調整。我覺得那個衝擊不會這麼大，至少在經濟的層面。那至於呢，在安全的層面，我也不認為美國會去打加拿大，美國現在都不敢打格陵蘭了，怎麼會去對加拿大動武呢？那更不要說核武的威脅對加拿大，其實一直在冷戰的時候很緊張，因為它等於算是美國的一個連結。對。但是現在呢，其實我覺得他並不是那麼擔心。當然，並不擔心，並不代表沒有危險，也並不代表不要準備。所以他就在希望說，在歐洲國家我們要組成一起，能夠組成一起嗎？連歐盟都不是一個國家了，你加拿大也不是歐盟，英國都退出歐盟了。不過在這一次格陵蘭的這個問題上，英國這幾個主要的國家，歐洲這幾個主要國家是表現了一致的行動，比如說一致抗拒川普，一致沒有參與到這個加薩的和平委員會。那可是呢，這也只不過是在外交上，你真的要比實力的時候呢，他們還是跟一個單一國家，像是中美俄，那還是沒有辦法比較的。所以這些國家呢，它是可以在外交上做聯盟，經濟上做更進一步的結合跟開放。但是要進入到軍事層面呢，要考慮到他們的地緣政治跟他們的智慧，以及大國對他們的態度，所以最好這方面要謹慎。可是呢，在經濟跟外交上，我覺得他們抗拒大國之間的聯盟，就像卡尼所說的，他說要以價值觀為本的現實主義，那這個就很清楚了。也就是說，在中美之間要懂得平衡了。是，所以卡尼也是一個聰明人啦，懂得在被美國壓迫的時候呢，
要找尋第二個這個保險措施來建立比較好的關係。好，下段節目呢，我們還要探討川普他對格陵蘭打的如意算盤。剛才講了很多，可能可以作為加拿大的前車之鑑嗎？以及中國大陸現在最新的晶片話題，我們待會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回到環球大戰線節目現場，我們繼續跟3位專家來探討川普總統攔止格陵蘭的野望哦。川普總統呢日前接受了 CNBC 的專訪，他說明呢格陵蘭協議的內容，表示這項協議呢將賦予美國一切想要的軍事進入權，允許美國呢在島上部署精瓊的飛彈防禦系統。而根據這個精瓊計劃的負責人呢，他叫做麥可蓋特萊恩的說法，他說呢精瓊系統就是在現有的主要針對洲際導彈的基礎上呢再擴展，新增一個多層次的防禦啊，就是利用這個數千顆的衛星來追蹤導彈。然後呢，直接在這個低軌衛星上面呢，軌道上發出攔截器哦，在你這個飛彈起飛之前呢，就將其摧毀。換言之呢，這個飛彈還有在高空中的這個攔截呢，就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在低軌衛星扮演的角色很重要。那麼格陵蘭的地理位置啊，我們都知道它是一個非常寒冷的一個區域，非常靠近北極的這個地方。那它在這個位置裡面可以扮演有何重要性？為什麼美國一定要拿到這個地方不可呢？教授？美國應該來這樣來看，它現在的精瓊系統啊，就是星戰計劃的第二代。因為星戰機的這個計劃就是攔截洲際彈道飛彈。那現在他要拿到這個格陵蘭，我認為它可以從2方面來做它的用途。我們首先看這個精瓊系統啊，我們彈道飛彈呢，地窖式的這個潛艦所發射的彈道飛彈，然後那潛艦它在任何地方它可以出沒，你是沒辦法標定的，它可以潛到你的這個國家附近的海洋發射。那個戰略轟炸機它是跑的，對，那就是我們講的地窖式的怎麼樣去對？像美國有義勇兵3號，中共有這個東風31、東風4還有東風5、東風6，這都是我們講的洲際彈道飛彈。然後這要怎麼去攔截呢？第一個，在發射階段的時候推升的階段，這個時間非常短暫，只能發掘，沒辦法摧毀。要不然你就源頭摧毀就好了，你幹嘛等它發射再摧？這個正在加速階段，而且很快就進入地球軌道，所以這是在我們叫軌道攔截，在地球軌道這個叫太空，進入卡門線之後就是進入太空了，在我們叫做軌道攔截。最後一個末端攔截，因為它離開軌道進入大氣層，對這個城市重要的軍事實施核武攻擊的，這是最後。所以我們講了，這講了精瓊系統最重要是這個軌道攔截。那所以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是在太空部署武器也這個人造衛星也會被摧毀啊。現在有殺手衛星啊，也一樣可以摧毀。但是那就是變成在地面上來做搭配。地面上現在美國就是標準3型跟標準6型的反彈飛彈就是這樣。那現在那個美國是不是在格陵蘭上面呢？可以有2種用途。第一個是不是部署薩德系統？還有一個長程雷達，來發現來自於俄羅斯或中國大陸通過北極圈向美國發射的，是這種格陵蘭就可以，因為格陵蘭大部分都在北極圈之內，所以可以善用這一方面。那標3跟標6是打近地軌道的，我們講的這個彈道飛彈。那末端攔截再造個下個的薩德系統，那薩德系統會不會部署到格陵蘭呢？我認為是不會，因為可能不如格陵蘭部署到美國本土，那造末端攔截就可以了。那格陵蘭做什麼呢？除了部署這一個我們講的長程雷達之外，我認為它最重要的是要部署地窖式的洲際彈道飛彈。哦，就像俄羅斯有一個飞地，就是在以前的東普魯士，在波蘭的北邊，因為2次大戰俄羅斯贏了，就把東普魯士占到了一大部分2.1萬平方公里的，叫做加里宁格勒。加里宁格勒现在有最少40个地窖式的洲際彈道飛彈，要不要去攻擊？應該很安全。為什麼你安全？你攻擊旁邊就是波蘭啊，你這個核輻射一外泄就不得了啊。你傳統轟炸，它地窖式那個做得非常深，你炸了只炸表面而已。所以那個美國可不可以在格陵蘭部署地窖式的？你要去打他們，那都是我們知道，那時候是一塊冰。川普說講就是一塊冰嘛，對，格陵蘭80%全被冰層覆蓋。你去打那個地窖式吧，那對美國來講皮毛不傷。
那他如果把義勇兵3號放個100顆在那邊呢？你要不去打？你就不要去攻擊美國本土了。我不在那個新墨西哥州，沒有，我就放在格陵蘭。你要不要去攻擊？你攻擊那個是完全沒有人受傷，而且格陵蘭那麼大，216萬平方公里，你怎麼樣去炸它？你拿什麼核武器炸它？它變成核保護能力更具備了。它比格陵蘭是加里寧格勒的100個，加里寧格勒才21600平方公里。格陵蘭216萬6千平方公里，剛好100個。你看看它這個部署下來，哇，這變成核武強國啊！你要使用核摧毀，打它的源頭打擊、源頭摧毀，非常困難了。所以就變成這個川普眼中金瓊計劃在部署核武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了。他把整個的對美國的這核武威脅移到格陵蘭去了，由格陵蘭做犧牲品，但是卻保護了美國。所以它金瓊就有2個，第一個是攔截系統，第2個是這個核報復的地窖式發射的洲際彈道飛彈的系統，可以放在格陵蘭。好，那這個美媒的 CNN 也報道指出，為什麼川普在他的第2任期這麼積極的想要拿下格陵蘭呢？就是因為呢，在對於北極圈的軍事開發，其實美國的進度是要落後俄羅斯很多的，俄羅斯很早就開始了。我們看這張圖，北極圈66個基地呢，有將近一半，30個呢，超過一半哦，是位於這個俄羅斯的。那15個位於挪威，8個美國，8個加拿大，格陵蘭是有3個的。那冰島1個。那雖然說我們都知道這個基地的數量不等於它的質量，但是你看格陵蘭3個，再加上美國8個，加起來就11個嘛，跟這個俄羅斯30個比起來，你只有人家的1/3而已哦。所以格陵蘭這個基地肯定是它的質是大於量的。那剛才教授也跟我們分享了很多這個戰略價值。那將軍，你覺得如果從軍事基地的這個部署來看，格陵蘭重要的門道是什麼？首先我們看一下哈，這個從這個地圖很明顯看出來，假如說以北極為中心來講的話，它的右邊那個國家哈就是俄羅斯，那俄羅斯的下邊才是這個中國大陸，那相對的在它的西邊哈是加拿大，加拿大的在西邊哈在下面才是美國這個國土哈，所以美國自己本身哈它的這種國土領土就不在北極圈的範圍之內，所以也因此如果它跟這個俄羅斯要在北極圈要爭奪它的地緣的來講的話，哈，它當然是弱於俄羅斯的，因為俄羅斯本來就是生活在北極圈裡面。其實我們這個除了北極圈裡面這66個軍事基地，俄羅斯佔了30個之外，美國只有8個，美國8個已經算不錯了啦。這個它根本就不在北極圈之內，它可以借着他跟加拿大這個北約盟邦的要求哈，在這邊設立了8個基地，加起來已經算不錯。其實除了說是基地的數量，我覺得俄羅斯還有幾個方面是領先美國的。第一個就是破冰船嘛哈，這個破冰船你在北極圈，不管是你航運幹什麼，主要就是要靠破冰船。那俄羅斯的破冰船的數量也遠遠超過加拿大跟美國的合起來的數量。這個俄羅斯目前據我了解有40幾艘的破冰船，其中還有幾艘是核子動力的破冰船。那美國跟加拿大現在是沒有核動力的破冰船，數量也遠遠不及於俄羅斯。那第二個，我認為這個美國在這個地方跟俄羅斯爭霸還略輸一籌的，就是這個俄羅斯很習慣在這個地方北極圈裡面的生活。我們看到前2天，你看到普京哈，以他這種年紀70幾歲。他居然還去泡冰水冰窖，他們的這種宗教的儀式裡面要全身這個穿一條內褲去泡到冰水裡面啊。那出生的時候，你看俄羅斯人家講他北極熊戰鬥民族，那小孩一出生下就丟到冰水裡面，所以他們習慣於北極這種生活方式，還有他破冰船什麼，他運輸方式他都很習慣。所以，假設你美國想要在這個地方跟俄羅斯一較長短來講，我覺得還是略輸一籌了。那格陵蘭當然重要，格陵蘭重要是在第2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美國總統杜魯門那時候就是要買下格陵蘭了。他已經預判到，如果說未來如果說是冷戰時期美蘇要這個互相這個冷戰對抗來講的話，北極勢必是互相導彈射程的一個重要非經的一塊地區哈。所以那時候這個杜魯門就想要買下格陵蘭，但是那時候他出的價錢是1億，可是那時候這個丹麥就不賣了，那個時候就不賣。然後當然以那時候1億，現在換算成大概美金大概是15億美金左右。所以現在如果說是格陵蘭美國拿不到的話，我們看到這個地理上面當然所有的導彈哈，現在可以說都是經過北極
航線的上空。那另外來講，由於北極的暖化哈，這個水面上的航運也勢必會經過北極海。第三個是潛艦作戰，因為北極我們知道是一塊的海洋嘛哈，如果這個上面只是一層浮冰在上面，那如果以現在潛艦，它如果找到冰層比較薄弱的地方，它也一樣可以穿透這個地方浮出來。電影上面情節我們都看過，好幾部電影有演過這種情節。那當然可以在北極上面冒出來，那當然就可以對你這個敵國來實施這個核子戰略的導彈的射擊哈。所以北極來講，確實就地緣戰略來講，對美俄雙方來講，未來不管是在經濟航運上面或軍事上面都有它極大的價值。那當然，北極上面能夠有陸地的，就格陵蘭這塊陸地。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川普急於很焦慮的想要格陵蘭的原因。是。好，川普總統急於想要拿下格陵蘭，除了軍事的用途之外，難道就沒有一點私心嗎？英國的《衛報》就爆料了，他說呢，根據川普第一任期時候擔任他國家安全事務的助理博爾頓他的說法呢，他說川普拿下格陵蘭的念頭啊，其實在第一任期的時候就萌生了，因為當時有一位美國化妝品的巨頭雅詩蘭黛集團的高層就建議川普說，如果一旦美國拿下格陵蘭之後呢，我們雅詩蘭黛會砸下重金啊，到當地去投資這個礦泉水的產業哦，還要入股水力發電布局等等，講得很美好。所以無論是這個島上的礦物開採的潛力啦，還是川普這些商界朋友，大家一起畫大餅要瓜分利益的這個資本派对，好像這些誘因呢，放在川普這個商人出身的背景上，好像是成立的耶。那楊老師，你對於這樣的說法的看法？我覺得他們在畫大餅，而且他們知道這上面根本不可能做那樣子的布局跟这個投資，這投資一定是絕對難以回收的。格陵蘭雖然是台灣的20倍這麼大，全世界最大的島，但是它有80%的面積是全年都是在冰塊的這個籠罩之下。因此你要在上面做任何的探勘開挖，那個成本是非常的高的哦。那不是把一個冰塊這樣移開啊，因為它是整體在那邊的。那格陵蘭上面幾個都市也沒有什麼環島公路啊。你還可以上面騎自行車，哪有這回事？城市跟城市之間的運輸都是靠空運或者是海運的，因此它過去其實是有18座礦山，整個過去這個20-30年，到現在只剩2座，而這2座也有一座是2007年開始的，到現在呢，其實收益有限，而2019年開始的到現在呢，根本停下來，因為旁邊就會有人住，因為它其實能夠開擴的地方並不多。那如果你要做稀土，這2個剛好就是稀土的礦，那格陵蘭政府嚴格的限制，因為會污染，所以這些問題呢，你要做礦的開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曾經很多國家來試過，對，18座，現在只剩2座。再講格陵蘭，它現在人口5.7萬裡面，大概有2.9萬是工作人口。而工作人口裡面有1.25萬其實是替政府工作，也就替丹麥政府跟格陵蘭政府工作的。那如果再加上失業補救金的這些發放的話，其實這個島嶼上的5.7萬人有3/4是靠的政府，他們每年拿到丹麥政府給的補貼大概就是1年1萬美元。所以這個時候川普如果說只給個10萬美元，那他們就覺得我拿10萬之後就沒了。那丹麥是一直不斷的給，對，美國會不斷的給嗎？你想想看，美國對原住民，美國自己本身的原住民，他的對待是如何？所以他們也會擔心說，我一旦同意當了你美國的領土之後，我錢能夠拿得永久嗎？像跟過去丹麥一樣，還是說你會來開礦，那造成我們環境的污染？結果呢，開礦也不理想，因為成本效益，所以後來留下一個爛攤子。所以這也就是現在川普理解，他的朋友們也理解。畫的大餅只是要幫川普拿下這個格陵蘭，幫他達成這個歷史定位。美國歷史上買下格陵蘭的總統就是第47任的美國川普總統。其實講到經濟的資源，我覺得都是畫大餅，都是畫大餅哈。OK， 好，那我們待會的最後一段討論呢，還有這個輝達的掌舵人黃仁勳，他3顧茅廬要求北京趕快放行採購 H200晶片了嗎？還有現在在記憶體這個大行情之下呢，中國的企業有何動作？待會回來告訴你。地緣政治，美中之爭，
躍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節目的最後一段，我們來談一點科技的話題。來看到這位大家都很喜歡的輝達執行長黃仁勳說呢，彭博報道他這個1月下旬可能要訪問北京一趟，因為很接近農曆春節的時刻了。除了去跟這個中國在地的輝達員工來吃飯、吃尾牙、拜個早年之外呢，黃仁勳有沒有機會可能跟中國的高階官員再次會面呢？因為媒體分析現在輝達正值一個關鍵的時刻。雖然呢，美方現在已經是放寬了，說你的 H200晶片可以賣到這個中國去允許它來銷售，但是現在反而是中國方面呢，慢慢在跟你評估說，他們願意放行多少的企業，採購多少。動作非常之緩慢，這可把黃仁勳給這個急壞了。那如果比較他去年7月那一次訪中行，他相繼會面了許多的大人物，包括了這個國務院的總理何立峰，還有商務部長王文濤等人。那麼在過年之前，他再次見到一些中共高層的幾率有多高呢？這也是大家現在市場上關注的話題。還有北京如果在農曆年前或是年後呢？好，終於讓你好，我們來採購 H200晶片了，這個可能性有多大？可以給輝達一個大紅包嗎？我們先問一下楊老師。我覺得不容易，不容易，因為北京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他其實原則上是不希望中方的企業去購買 H200，一方面是他擔心這個是有後門，因為過去對於之前的 H20就有這樣子的研究，是。雖然沒有明確的指控但是有這樣子的風聲傳出來。那第二個呢，其實是認為川普其實在這個芯片上面也扣稅啊，也賺一筆啊。當然，最重要的第三個原因是，其實他還是希望中國大陸自己內部的芯片產業能夠加快腳步，做出至少在相關的效能上能夠接近的。因此，華為啊這些製造商其實就已經開始在加速。如果這個時候你再開放，那不是等於是對原來的期待有所打壓影響嗎？不過呢，它當然原則上的後面有一個就是尾巴他說如非確有必要，就是這個確有必要就變成這個很有趣味了。那因此可能要用個別的申請的方式。那如果這一次黃仁勳去見到的何立峰等相關的這個官員的時候呢，我覺得他們也不會說在這個問題上刻意去跟輝達或跟黃仁勳去這個就是刁難他，而是在中美競爭以及希望扶植中國大陸技術技術力自主的這個原則上，所以這個原則如果能夠達成的話，也許黃仁勳的訪問，或許在這個確有必要的這個空間呢，就可以再放寬一些。是，好，而科技圈最近的熱門追捧標的我們已經看到從 GPU、CPU 現在輪動到誰了？輪動到記憶體了，也就是大家說的內存。代表性的有誰呢？美股的這個美光科技他們就說，在過去一季真的是短缺的非常誇張，而且這一波供應吃緊呢，會一路延長到這個今年甚至是明年。公司高層說，這股短缺的程度是前所未見的。相信有在這個組裝 PC 電腦的玩家都已經感受到了這幾年各項零件漲價的威力。那麼中國的內存大廠長鑫存儲呢，它則是向上海的科創板已經遞交上市的計劃了。他們目標要募資到295億人民幣，用於擴產、製程的升級跟研發，要全力追趕像是美光啦、三星啦、SK 海力士啦等這個美韓企業第一梯隊的步伐。好，這個玩意兒呢，跟台積電的2奈米有一些不一樣，它當然是有技術門檻的，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成熟製程的部分，它的工藝是有高有低的。那麼當現在這一些大廠都把他們最尖端的這個產線拿去做 HBD， 拿去做這些高階給 AI 這些使用的記憶體之後，留下的成熟製程，留下的這些成熟產品，產生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空窗期。那麼這個像是長鑫存儲啦，還有更多的中國廠商，這個成熟製程，他們可是他们的王道現在發揮作用的大展身手的黃金時刻有沒有到來的機會？李將軍，當然今年來講很特殊，今年一開局就是 AI 的時局哈，AI 各項的產業可以說像井噴式一樣的發展出來哈。那我們看中國大陸有幾家他們自己國產的 AI 的公司哈，包括到這個摩爾線程或者是木犀哈，它股價
都飆漲到一上市就飆漲到500%，甚至600%啊，這種可以說是井噴。当然，这种 AI 算力来講，有幾樣需要的，比如說是我們講的GPU 這一類的晶片。對。但是現在來講，它的存儲，也就是高帶寬內存的這種記憶體晶片也是非常重要。是。那現在已經很明顯已經供不應求了。那製造這種高帶寬內存的有3家，全世界有3大巨頭，一個就是美光嘛，哈，另外一個就是 SK 海力士啊，還有一個三星電子，這3家主要在做這個。那長江存儲也有在做了哈，但是我們看到現在來講缺到什麼程度？你從美光它營運執行長他就講了，他說現在哈這個短缺的程度前所未見，那更不要講說是三星、海力士，這2家公司也都是一樣。那現在缺到什麼樣程度呢？不管是高端算力或者是中低端算力哈，都非常缺。高端算力哈，它搶貨搶到什麼時候？這個英業達 B200哈，是連租你都租不到了。現在就是有一些是租賃業者，他都已經租不到了。那中低端的也很搶。中低端的 GPU 是什麼呢？比如說是5090、4090哈，這些中低端的 GPU 目前來講價格也上漲，漲到多少？漲到將近300%這麼高的一個，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有關於這個存儲記憶體，由於 AI 算力的需求大量的增加哈，所以在這種存儲的記憶體也大量的需求也明顯的不足，因此我覺得長江存儲來講，如果說利用這一波的需要，它大大的擴產哈，增加它的產能。那第一個當然可以滿足中國自己國內的需求，大家不要忘了，中國是全世界半導體需求最強的一個國家，最大的一個市場哈，所以它自己國內的市場它就足夠供應。那當然借着這一波長江存儲，它這個不管是這個募資來提升它的擴產，增加它的產能，那對於全世界的 AI 確實是可以搶在這一波，能夠這個能夠賺到它所需要的這種經費。賺到經費之後，當然有助於它以後的研發更上一層樓，那確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契機。是，好，除了這個內存界有長江存儲之外，中國還有很多公司都有機會哦。現在因為這個市場的研調機構集邦諮詢，他們有一個最新的報告就指出呢，受到台積電還有三星電子他們策略性削減產能的影響呢，2026年全球8寸的晶圓代工廠的總產能將會枯萎2.4%。那同時 AI 還會帶動更多的需求強勁。那這枯萎的量由誰來填補呢？中國的晶圓代工廠就有機會了。我們特別要講到的是中芯國際。那它目前在上海、北京、天津跟深圳呢4地共設有3座8寸的晶圓廠跟4座12寸的晶圓廠。那一旦8寸跟12寸這樣成熟製程被中國大陸掌控了更多的產能主力之後呢，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3部曲嘛，先是內卷，2是達到白菜價，然後最後是接管市場的主動權。這樣的老套路，我們有沒有辦法在8寸跟12寸的晶圓廠未來馬上看到？那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國大陸它第一個它的晶片需求最大。我們看8寸一般來講是車用晶片，還有家電的晶片，另外一個就是工具機的晶片，就用這個就行了。8寸的它这個做這些算是成熟製程的，成熟製程。就90奈米到28奈米啊，就是成熟製程啊，因為它不需要那麼好的晶片嘛。是，但是其他的你相關的我們講的12寸的晶圓的，那大概就是我們所講的16奈米、7奈米、5奈米、3奈米這個了。那它現在把這個售價調高哈，我想說是為什麼要售價調高？因為有價差，有供需嘛。我們知道按照市場供需決定價格啊。你現在是供不應求，既然我供不應求，換句話說市場需求旺盛哦。那我調高價格，對不對？大家來造成這個供需平衡，那我調高價格，我多賺一點啊。這本來就是因為市場需求量還是大。我們看到黃仁勳他之所以急着要到大陸上去賣晶片了，那我想是因為啊，這個市場趕快錢能賺就賺，你過了這一店沒有下一村，假如說賺錢，對不起沒了，我們市場已經飽和了，我們會做了，你不需要你的了。所以黃仁勳一直是很急。就是想要賣到中國大陸，在中國大陸，他在這方面也是變成他的一個政策，他這個集中來讓不管是8寸晶圓也好，12寸晶圓也好，他集中來做。我認為重要另外一個在什麼地方？在良率，可不可以克服良率？如果沒有克服良率，結果你這個良率只有到了40%，那你這樣換句話說，你賺的並不多，因為你很多的是不良產品啊。
那良率我認為它良率慢慢提高了，良率提高了，我對外的需求也不用了。為什麼？我良率夠了，良率夠，我出來的這些相關的成品數量就足了，那就代表良率提升了。良率提升了，利潤也增加了。為什麼？我們講了調高價格，表示說供不應求。換句話整個來看的話，良率提升又要達到供不應求，那我們從另外角度來看，是不是它的